上一讲谈到，闽越国一分为二，岳阳王骆丑和东越王骆虞善双雄并立。后人悬隔千年来看这段历史，从表面现象来看，很像是汉帝国暗中使坏，为着自家的边境安全，把一个强大的闽越国拆分掉了，恶毒地抛下了一颗将来会点燃闽越族人内斗的火种。但并不是立骆虞善为东越王这件事，纯属汉武帝为自己找台阶，武帝心里不知道有多憋屈。这件事也证实了先前田汾和淮南王刘安的判断：越人叛服无常，汉帝国如果要管人家的事，那么一旦开了先例就不好收场，今后管也不是，不管啊也不是。无论如何，闽越之乱算是安平了，汉帝国这个大哥可一点都没有辜负南越国这个小弟。那么接下来，小弟对大哥总得有点表示吧。见南越王赵胡似乎不太机灵醒目，武帝呢派庄助出使南越提点一下赵胡。赵胡在庄助面前表现出一副感激涕零的样子，说天赐的恩情太重了，自己虽死也无以为报，实际行动当然也必须有。赵胡派太子赵婴齐到汉武帝身边当差，收拾当差，这其实就是质子的传统，送太子当人质，这已经是质子当中的最高级别了。但这些都还不够，按说呢，赵胡应该亲自造访长安，朝见武帝，面对面确认朝贡关系。赵胡倒也没有二话，只是向庄助解释，我们国家呢刚刚遭受了入侵，还有善后工作要做，要不你们先走，我这抓紧善后工作呢，一结束就马上进京朝见。这话实在是合情合理，在说话的当时很可能也并不乏真心实意。只不过当庄助走后，南越大臣开始劝谏赵胡了，说当初汉军南下，既是讨伐闽越，也是要震慑我们南越。而且先王赵佗有过嘱咐，侍奉天子，只要做到不失礼就好，岂不可因为听信了花言巧语就去长安朝见？去长安容易，再想回国可就难了，离亡国就不远了。大臣们做这样的劝谏，如果不是鼠目寸光的话，那就只能解释为揣着明白装糊涂，显得自己特别关心国君的安危。话虽然是蠢话，但架不住情真意切，直击痛点。直说的赵胡幡然醒悟，当即打消了朝见天子的念头。那么问题来了，明明都答应了大汉使臣了，连太子都送进长安了，赵胡可以说反悔就反悔吗？当然可以。在这种情况下，古人的经典套路就是装病。那时候要想装病太容易了，更何况山高皇帝远。结果赵胡这一病就病了10几年，直到有一天真的病倒了。我们放下赵胡再说庄助。庄助在离开南越之后，并没有直接返回长安，而是顺道要办第二件任务，到淮南国见一见刘安，把南越问题的解决全过程跟刘安讲讲。毕竟刘安那份上书剑伐南越写的那么词真意切，理应得到重视和嘉许。至于武帝有没有在刘安面前炫耀的成分，那就需要读者自行判断了。总之，刘安的反应是认真道歉，说自己先前的看法太浅薄了。刘安这样讲很可能是口是心非，心里只承认武帝运气好。那么当后人给历史复盘，在南越问题上是会认同刘安更多，还是认同武帝更多呢？古人更容易认同刘安，而汉武帝长久以来都是反面样板。但是大儒王夫之的看法特别值得我们好好了解一下，他竟然是支持武帝而批判刘安的。在王夫之看来，刘安的最大错误就是把华夏文明的自然疆域看窄了。汉帝国和百越之间不过隔着五岭，五岭的险要程度并不高于太行山、函谷关，所以岭南地区也是毋庸置疑的海内之地。统治者虽然不应当穷尽国力搞扩张，但所谓扩张指的是在自然疆域之外勘图更大的版图，而华夏文明的自然疆域是东越大海，西绝流沙。用今天的话说，向东的话，从东海到南海，以海岸线为界，不应该出海搞扩张。
向西的话，以塔克拉玛干沙漠为界，不应该穿越沙漠搞扩张。王夫之还搬出来上述作为依据，论证岭南百越之地自古以来就在华夏文明的统治之内。尚书尧典明文记载，申命西书宅南郊，说的是尧命令西书到南郊安家，也就是把南郊这个地方分封给西书的意思。尧典是尚书的第一篇，从字面上看是尧圣人时代的官方文献，其实它应该是战国时代的假托制作，但古人呢还是普遍相信它的真实性，王夫之也不例外。西书受封的南郊在古代的主流的注释里面，以及在王夫之的个人理解里就是交趾。战国时代的文献讲到尧舜时代的版图，每每说到北到幽都，南到交趾，但问题是直到汉武帝设置交趾9郡，中国地理才有了交趾交州之地，所以战国人心目中的幽都交趾应该就是想象中的极北之地和极南之地，并不是真实存在的地理概念。不过从汉武帝开疆拓土之后，岭南逐渐被华夏文明浸润，到了王夫之生活的明末清初时代，如果还要认定岭南人都是禽兽野人，显然呢已经是不合时宜了。无论如何，事实胜于雄辩，六安扎扎实实的错了。王夫之还引用了周易系辞的话，将叛者其辞惨。有了叛逆之心的人，说起话来总会闪烁其词。刘安正是这样的人，写作尚书剑伐南越的时候，虽然还没有造反，但瞧瞧他说的那些荒唐话，心里多半忧鬼。刘安的意见计算的只是一时的得失。没错，百越对于汉帝国既不出钱也不出力，没有半点用处。汉帝国如果向百越地区开疆拓土，统治成本高昂，也确实得不偿失。但是王夫之说，如果任凭他们侵扰边境，破坏生产，导致汉帝国必须加大防御成本的话，这岂不是更不划算吗？我们今天读王夫之这篇文章，浓郁的政治不正确的味道简直扑面而来。在王夫之的观念里，自然地理决定政治版图，而决定自然地理的并不是高山大河，而是一个政权的力所能及。假如王夫之生活在今天，就不会以为东越大海西决流沙才是政权边界了。几千几万年后，很可能连银河系都不再是政权边界。然而回到古代的语境里，这其实一点都不难理解。底层逻辑无他，无非就是物不能两大这5个字。所有的方外、域外、化外，只因为利有不逮。我们理解中国古代史，这实在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抓手。接下来回到《资治通鉴》的文本，本年度内，韩安国就任御史大夫，东海郡太守汲黯调入中央，就任驻爵都尉。驻爵都尉到底是个什么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汲黯从地方官变成了中央官，到武帝身边做事了。汲黯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人物，司马迁把汲黯和正当时合并写入了一篇传记，这就是《史记·汲政列传》。早在景帝时代，汲黯呢就已经担任了太子贤马。太子贤马这个职位看上去很让人费解，似乎岗位职责就是负责给太子的马洗澡。但其实显是个通假字，通先来后到的先。所谓太子贤马，就是当太子出行的时候，骑着马走在太子的前面，为太子开道。汲黯既然在景帝朝做过太子贤马，自然呢就是武帝的亲信，回归中央政府并不令人意外。汲黯呢为人处事的特点没办法一言以蔽之，必须分成4点来讲。一是一丝不苟，特别令人敬畏。2呢是直肠子，气量还小，往往当面使对方难看，即便对武帝也不例外。3是搞政治，奉行黄老之道，抓大放小，绝不苛察。4是体弱多病，多半时间都在养病，所以清静无为的黄老之道在他而言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前几年里，汲黯还只是一名业者，级别不高，但很有自己的主意。闽越之乱爆发的时候，武帝派汲黯去做实地调研，没想到汲黯
根本没出国境，很快呢就回来了。汇报工作还特别理直气壮，说越人从来都是互相攻击，不是什么新鲜事，不足以劳烦天子使者。好吧，这点外交事吉安呢看不上，内郡的民生问题总该让他操操心吧。河内郡发生火灾，烧毁了1000多架，武帝呢又派吉安去做实地调研。吉安走完一遭回来汇报工作，说那只是民房失火而已，房子和房子挨得太近，这才导致火势蔓延，不是多大的事儿，不值得操心。你看吉安的心，就是有这么大。那么到底有没有什么事能让他上心呢？倒也有的。吉安继续汇报说，当我这次途经河南郡，发现当地的穷人家遭受水旱之灾，受灾的有上万家，甚至发生了父子相识的惨剧。我刚好带着使节，就自作主张，那使节在当地开仓放粮，赈济在民。现在事情办完了，自己交还使节，甘愿就假传圣旨的操作接受处罚。武帝认为吉安贤能，没治他的罪，让他去做荥阳令去了。史历记载，吉安又一次表现出了高度的主见，嫌当县令没面子，装病回乡了。那么问题来了，吉安原先担任的业者论品级并不比县令更高，当县令怎么就没面子了呢？就算真的没面子，但为了这么一点点挫折就退出官场，断送了后半生的前程，这真的明智吗？我们下一讲再见。